狐狸猫和小树蛙正在吃点心，两人开心地讨论着等下要玩什么游戏。小树蛙突然看到桌上放着的鸡蛋，他兴奋地说：有了，你知道弹力蛋吗？狐狸猫疑惑地问：你是说弹力球？小树蛙拿起桌上的鸡蛋说：嘿嘿，你不知道吧？好，我们就来做弹力蛋，今天制作，明天就能玩了。小树蛙从厨房拿出一杯醋，将鸡蛋丢进醋中，只见蛋壳边不断地冒出小泡泡。小树蛙边看着杯子，边得意地说：看好喽，明天这个蛋的蛋壳就会变不见。狐狸猫在一旁觉得有趣，说：我也要做。接着便立刻拿着另一个杯子直奔厨房拿醋，打算模仿小树蛙装醋。可是当他加完瓶子内剩下的醋，却发现杯子只装满了1/3。他想了想，剩下的2/3容量就加水来代替吧。两人接着就把杯子放在一旁，洗了洗手，继续吃点心聊天去了。隔天，狐狸猫又来到小树蛙家玩。小树蛙突然想到，弹力蛋应该做好了，便拿起自己昨天放入蛋的杯子一看，只见醋里的鸡蛋已经变得透明，而且外表光滑又 Q 弹。小树蛙拿出鸡蛋，在桌上弹了几下，开心地玩了起来。狐狸猫看着小树蛙的弹力蛋发问：我昨天就想问你了，是什么原理那么有趣，让蛋壳变不见的啊？小树蛙得意地解释：之前老师有教过，碳酸钙碰到酸会分解，所以把鸡蛋丢到醋里，含有碳酸钙成分的蛋壳与醋里含有的醋酸反应，蛋壳就会消失喽。狐狸猫一听，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杯子，也想要玩弹力蛋。可是他失望地发现蛋壳还在，只是壳变薄了，而壳上还正在冒着泡泡呢。他问小树蛙：明明我也是把鸡蛋放到醋里面呀，为什么我的蛋壳没有消失呢？小树蛙仔细地看了看狐狸猫的杯子，问：你的醋颜色比较淡，是不是在醋里加了水？狐狸猫说是。小树蛙说：难怪，我的蛋壳消失的比较快，是因为我的醋酸浓度比较高，所以让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比较快。你的醋酸因为浓度比较低，所以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比较慢。狐狸猫疑惑地问说：照你这么说起来，浓度会影响化学反应的速率咯？小树蛙补充说明：对呀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你在2间相同大的教室，一间人数有10个人，另一间有5个人，人数多的话就会比较挤，在里面移动时会是人数多的比较容易互相碰到，相反的，人数少的那间就不容易互相碰到咯。以粒子的观点来看，高浓度的醋酸因为氢离子浓度高，所以同样时间里会有更多离子会接触到蛋壳上的碳酸钙分子，反应发生几率就会比较高。而加了水稀释的醋酸，因为氢离子浓度低，与蛋壳发生反应的几率也会比较低，所以反应速率比较慢。狐狸猫听懂了，它突然想到，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鸡蛋壳的表面积不一样，才让我的蛋壳溶解的速度变慢了呀。怎么证明浓度真的对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有影响呢？于是小树蛙说，既然没办法确定2个鸡蛋壳的表面积，那我们再尝试做一个实验来证明浓度会影响反应速率吧。只见小树蛙拿出 A、B 2个一样的锥形瓶，将200毫升浓度为 0.1m 的盐酸加入 A 锥形瓶中，接着将200毫升浓度为 1m 的盐酸加入 B 锥形瓶中。准备好后，依序将 A、B 2锥形瓶套上装有相同质量碳酸钠的气球。当碳酸钠和盐酸反应时，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。我们可以透过观察二氧化碳产生的速率来判断反应速率的快慢。先将 A 锥形瓶的气球扶直，让碳酸钠粉末落入锥形瓶中，发现 A 锥形瓶内气泡产生得很缓慢。接着
也将 B 锥形瓶的气球扶直，让碳酸钠粉末落入锥形瓶中。只见 B 锥形瓶内气泡产生的速度比较快，而且气球也较快鼓起。小树蛙解释，在刚刚的实验中，2个锥形瓶内碳酸钠的质量都相同，唯一不同的只有2个锥形瓶中的盐酸浓度。你看，这样就证明了浓度对化学反应发生的速率是有影响的，而且可以发现 B 瓶的盐酸水溶液浓度较高，气体产生的速率较快，反应速率较快。现在我们来看个练习题吧。做完实验，证明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后，小树蛙突然想到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氧化还原的探究实验中做的蓝瓶实验吗？亚甲蓝叶的颜色可以利用葡萄糖让颜色从蓝色变成无色，而且随着葡萄糖溶液的浓度越高，亚甲蓝叶蓝色褪去的越快。狐狸猫回答，记得。还有之前有用线香实验来检测氧气的助燃性时，把线香放在装有空气的瓶子里，它会慢慢的燃烧。但如果把线香放到装纯氧的瓶子里，它就会非常剧烈，快速的燃烧。小树蛙听了狐狸猫的回应后，觉得狐狸猫真是太棒了，可以把新学到的知识与旧有经验连结起来。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做了一个重点整理。反应物的浓度增加，代表同样体积内的反应物粒子数量增加。浓度增加时，也就是相同体积内反应物粒子数量增加时，粒子间碰撞的机会也会增加，化学反应速率便会加快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想一想，以往学过的化学反应，还有没有什么是改变浓度，进而影响反应速率的呢？